这次要来做的是在马来西亚妈妈档会吃到的料理——妈妈档炸鸡。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炸鸡文化还是蛮厉害的，因为每个种族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炸鸡，虽然味道跟做法都有一点不同，但真的都很好吃。先来看看这个妈妈档炸鸡要怎么做吧。腌料的部分还是离不开那几个基础的，比如说姜黄、蒜头还有红葱头，将它们稍微切一切，等等要打成泥的话会比较容易。至于这个香茅，这次买的有一点硬，所以我就没有打算把它打成泥，稍微切一切，等等直接拌进鸡肉里面腌制就好。现在在画面中我加进去的是孜然还有水，加水是为了让这些腌料更容易被打成泥啦。这种腌制的手法我们称作为水腌法，就是你用液态的腌料来腌制肉类，这样子它吃起来就会带有肉汁，而且也比较容易入味。我用的这个容器是玻璃材质的啦，但如果你用的是塑料材质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姜黄的黄色会沾染在它的表面上，比较难洗掉哦。我用的这个鸡腿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盐量就相对跟着提高。注意一下画面，这个是我自己把干辣椒炒香了之后再打碎做成的辣椒粉，它在香气还有辣味上会比市售那种研磨过的来得更好。做法真的蛮简单的，有机会可以自己尝试做做看。我也会在之后的影片里面分享这个做法。然后就是咖喱叶，它跟盐酥鸡里面的9层塔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经过油炸了之后，可以让这整个炸鸡的香气提高到另一个层次。先把手洗干净，还有就是如果不想手沾染上姜黄的颜色的话，记得戴上手套，然后抓腌鸡肉。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戴手套的话，这个姜黄的颜色会停留在你手指甲上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洗不掉的哦。我这个鸡肉的腌制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就没有特意的去按摩它什么的。等我把腌料都抓匀了之后，才发现我忘了把香茅给放进来，还是一样把它放进来之后搅拌均匀，然后铺上一层保鲜膜。我的话是冷藏腌制12个小时以上，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入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腌它3个小时也是可以的。不管腌制的时间多长，都是要记得铺上一层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腌制。如果没有铺保鲜膜的话，你整个冰箱都会是这个腌料的味道。腌制过后，再来就是上浆，也就是在鸡肉的外层形成一层保护膜，锁住里面的肉质，同时还给它有酥脆的外皮。我在里面会用到鸡蛋、粘米粉、玉米淀粉还有咖喱粉。至于这个咖喱粉，我用的是 Adabi 牌的 Daging， 也就是肉类专用的咖喱粉。这里就不需要什么特别专业的技巧或手法啦，只需要搅拌均匀就好。但要注意的是这个粉浆的浓稠度，千万不要调得太浓了，因为这个不是美式炸鸡，你不会希望看到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的面衣。如果面衣太厚的话，还吃不到这个鸡肉经过香料的熏陶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香味。抓一点粉浆来测试一下油温，下锅之后马上浮起，就代表油温已经到了。先将它们捞出来，然后就温柔轻轻的将鸡肉放入油锅里面。如果你锅子的口径不是特别大的话，就不要一次过炸太多鸡肉，像我这样炸2块鸡腿就已经相当勉强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用的油量不是特别多，并没有把整块鸡肉都浸泡在油里面炸。如果你的鸡肉在下锅了之后不小心粘连在一起的话，先别急着动它们，等外面那一层面衣稍微凝固了之后再把它们给拆散。我个人的习惯是用锅铲轻轻的把油给往上泼啦，这样子也能起到鸡肉上下两面都同时受热的效果。我用的这个鸡腿比较大，所以炸时间就更长一点。而且妈妈档炸鸡主要用的是低温慢炸的方式，这样子才能呈现出外面酥脆，里面还带有肉汁的口感。因为油量不是特别多的关系，所以在油炸的过程中是需要翻面的。前面的部分我大约是5分钟会翻一次面。你可以从画面中看到，这个鸡肉底部那一层面衣已经定型，是变成酥酥脆脆的那一种。炸这个鸡肉我全程用的都是中火来炸，千万不能把油温拉太高了。因为如果你用猛火快炸的话，很有可能把外面炸脆了，但里面却还是半生带有血水的那一种，到时候整个外观看起来就不怎么讨喜了，对吧？虽然是不太可能啦，但还是建议不要在大半夜的时候做这个炸鸡，因为这个香料在经过油炸之后所迸发出来的香气有一点夸张，搞不好真的会被邻居给投诉的。反正在这整个炸鸡的过程中都是不断的泼油，然后就等待翻面而已。如果你用的鸡肉比较小块，可以根据我给的这个时间来做调整，每一个时间段都缩短1分钟。如果时间真的没有拿捏好，很有可能会烧焦的。
你看画面中就知道，没错，我的就已经有一点烧焦了。但是瑕不掩瑜啦，还是不会影响这个炸鸡的味道的。但这也跟油量有关啦，如果你油量比较少的话，鸡肉的表面是会直接触碰到锅底的，那因为过热的关系，很有可能就会烧焦。在剪辑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到，现在在画面中的鸡腿是一个爱心的形状诶。现在已经经过2次翻面了嘛，也就是炸了10分钟，就要来测试一下鸡肉里面的熟成度。你可以用叉子来把鸡肉比较厚的部分插一下，看看有没有血水冒出来。不管有没有血水冒出，都要来进行翻面。我会把时间控制在1分半钟翻面一次。刚刚我的鸡肉是没有血水冒出了嘛，所以现在我的目的就只是要让鸡肉上下面都上色均匀，然后变得酥脆。让你们来听一听鸡肉现在在油锅里面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流逝，鸡肉的外皮会变得越来越酥脆，然后锅中的油泡也会跟着相对减少。这也是到了要出锅的时候了。我的这个鸡腿单个的重量在450克左右，然后炸时间就建议控制在14到16分钟之间。还是一样，具体油炸时间还是得根据你的鸡肉的大小啊、鸡肉的重量、油量还有油温来做调整。现在我在画面里面做的动作就是把粉浆还有剩下来的一些香料下锅油炸。之前在外面用餐的时候，那个店家都会把这个炸过的香料碎放到你的饭上面，让你配着一起吃，吃起来是蛮香的。至于要不要做这个，也看个人喜好啦，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比较不健康，对吧？下锅之后，我用的是中火炸了大概7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炸香料碎的大小你可以自己来控制。如果你下锅之后马上打散的话，它做出来的香料碎就会比较小一点。我是没有打散，所以就相对更大一点。这个就跟鸡肉一样，炸好之后取出锅控油，放凉了才吃，不然很容易上火的。除了拿它来配菜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成下酒菜来吃，我个人觉得蛮适合的，因为我有加了辣椒粉嘛，吃起来有点辣辣的。这次的妈妈档炸鸡其实有分上下集啦，因为我是拿它跟我们的 Maggi Goreng， 也就是炒方便面来做一个结合。然后这个炒方便面的影片会在下个星期五中午12点15分准时上线，进行锁定。切这个鸡肉，如果对自己的刀工不是特别有信心的话，可以用刀锋先在鸡肉上面划开一个口，然后再剁下去。我个人觉得做这道菜最挫折的时候，就是当你把鸡肉切开来，发现里面是夹生带有血水那一种，真的觉得很干。但怎么说呢？只有自己经历过这些挫折，才会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对吧？此时此刻，我正在犹豫要用哪一张来做我下一期影片的封面。那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